请尊上用膳。都说月族喜食活物，东方青苍平时吃的东西，不会全是带血的心脏肝腑吧？看起来，竟比水云天宴席上的菜肴还要鲜美。你们都撤了吧，本座用膳不喜欢有人看着。是。又错了，本座从不解释自己命令，练得一团糟，学得四不像，还有心情用膳。如果非要冷酷无情，我可能一辈子都练不好，学不会。你干什么？学不会。一旦你露出马脚，本座真的会死。这能怪谁啊？你要不是自己做那么多丧尽天良之事，现在怎么又会孤家寡人，众叛亲离呢？随便你。哎，来人，本座今天没胃口，都撤了。是。本座还未用膳。哎呀，你都众叛亲离，朝不保夕了，你还有心情用膳？造了那么多孽，你就多饿几顿，好好反省吧你。尊上，迅风殿下和南北二幽王求见。哦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本座不跟着你，一旦你露出破绽，谁来替你收拾残局？我变成你？没错，如今这涌泉宫外布满野线，要是想瞒过云中君，脱身水云天，再去月族救小兰花，只有这个办法。我既然答应帮忙，便不会推辞。还真是身形兼备。不用担心，去了月族，保重。但因仙子此番相助，长恒铭记于心。
上。起来吧。尊上，他本座习惯了他的陪侍，现在本座半点都舍不得他离开本座的视线。尊上宠幸一名仙子，倒是小事一桩，但让他进殿听政，恐有些不妥吧？怎么，北幽王是在质疑尊上吗？尊上明鉴，臣无此意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见本座有何事啊？尊上此前令吾等拟定了反攻天界的方案大计，今日便是尊上所定的期限。哦，本座当然知道，只是没想到你们一大清早就来了。反攻天界，一回来就想着打仗，狡诈、卑鄙、无耻。尊上请看，水云天有潇湘李园四水环绕，其中李水与沅水灵力充沛，易守难攻；又有李元大老儿的旧部常年驻扎，而湘水多云雾，地形朦胧，复杂多变，因此我等认为，尊上。尊上，愣着干什么？继续说。我等认为，应从水云天守卫最薄弱的潇水攻入，由内而外击破防卫，一举屠尽水云天，杀光神佛，连任何一棵草都不放过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！应从水云天守卫最薄弱的潇水攻入，由内而外击破防卫。后面那句，杀光神佛，连任何一棵草都不放过。尊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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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亏你们还是什么南北幽王，尊上给了你们3天时间，就交出这样狗屁不通的东西。今日，尊上只是烧你们图纸，暂且饶过你们小命。明日要是还交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，烧的可就是你们的元神。尊上恕罪，恕罪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本座看，这个方案呢，也不用再改。近日来，本座想起昔日犯下的弑父大罪，良心不安，愧疚的夜不能寐，所以从今日起，本座决定不再残忍弑杀，要韬光养晦，为了3界的和平，我们越族的安宁，努力。尊上如今还能想起父尊，只不过这愧疚，未免显得稍晚了些吧。晚是晚了点儿，但若你觉得不晚，那便是不晚。好，本座也累了，要回去休息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退下，退下，退下。是。退下。是。一派胡言！
你方才说的那些话简直荒唐至极，那些话怎可能出自本座之口？我那是在帮你挽回形象。本座魏夷的形象都被你败光了才对。哼，你就是因为那个魏夷的形象，你弟弟旋风才不喜欢你。本座是人人惧怕的月尊，不需要任何人喜欢。你还有脸提旋风？他与本座自幼一同长大，是最有可能发现你我幻身秘密的人。如若被他发现破绽，你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与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你都说过很多次了。罢了，反正明晚便会有雷电降临，在那之前，你一刻也不准离开本座。时间一到，就立刻换回来。一刻也不能离开。那你洗澡怎么办？仙君，仙君，李元仙尊拜访，说是有事与你相商。仙君，爹，跌跌撞撞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快去把我平定南部沙洲时兄君赐我的驼岩醉拿来，仙尊最爱这一口。是，难为仙君还记得老夫这一点口腹之欲。丹音呢？丹音那丫头可从小视仙君为手足兄长，非要闹着到这涌泉宫来，可给仙君添了麻烦。手足兄长，爹，你可真能胡编。仙尊过谦了。丹音从小懂事善良，行事落落大方，做事很有条理。这涌泉宫上上下下特别喜欢他。丹音被我给惯坏了，不知轻重，迟早要闹出祸端。不如老夫今日就把他给带回去。还想把我带回去？爹，真有你的！今天幸好碰上的是我。哎，那怎么行？这涌泉宫现在少不了丹音的悉心照料。哎，仙尊。好。仙尊今日来府，应该不只是丹音的事吧？当然不是，老夫……退下吧。是。老夫心下不安，来与仙君一叙。东方青苍既已复生，三界恐生变数，怕又是一场浩劫。没想到水云天竟也藏有东方青苍的奸细，而且还骗过了所有人的耳目。奸细之事，尚未得出结论，看来事有蹊跷。司命殿那兰花草仙子，既没有入仙族八系当中，那会不会是3万年前被灭门的西兰一族？不可能。老夫虚长仙君5万岁仙龄，识得2位仙神女，也就是西云的母亲和祖母，见过许多的西兰圣草。分宫大典那日，老夫仔细辨过，那精灵的真身十分的古怪，根叶精细，老夫从未见过，所以不可能是西兰圣草，更不可能是西兰族人。果然是我想的太多了，小兰花怎么可能是西山神女呢？怎么可能是长恒仙君注定的未婚妻？什么天机境，什么天命不可改，八成都是他编出来哄我的。原来如此，那精灵身份不明，还是小心为好。老夫可是很久没喝这驼岩醉了。好啊，长恒，你和李元仙君躲在这里喝酒却不叫我，你就是这么做朋友的？哎，你不许脱！不脱怎么洗澡？你要是脱了，我不，我不就被你看光了吗？你不准走！你想让本座因不洗澡被人起疑，本座才不会因为这种小事露出马脚，枉送性命。
那你把眼睛蒙起来，让宫娥帮你洗。那岂不是更可疑？我帮你洗。上。左。哪边是左？哦。再用力一点。你别得寸进尺啊！那本座自己洗。哎，别，我来，我来。尊上居然在给一个女的洗澡。哎，说起来，迅风是你的胞弟，风王也说得通。可风南北二幽王又是如何呀？哦。苍岩海部落众多，其中南北幽势力最大，向来不服九幽的统领。到了祖父这一辈，为防止内乱，便答应了他们封王的条件，这才有了南幽、北幽二王。3万年前，苍岩海内忧外患，他们一直蠢蠢欲动。经过本座的镇压之后，他们才重新归降。所以他们是畏惧你，但并不惧怕迅风。见你不在，他们就想脱离九幽，还想和迅风争夺月尊之位。没错。你这么心狠手辣，为什么你不在初回月族的时候，以他们叛乱为理由，把他们发落了呢？为了抓内鬼。内鬼？什么内鬼啊？哎，仙尊都已经走了，别端着了。其他人都好对付，唯独荣浩，恐怕是整个水云天唯一比我还要了解长恒星君的人。在他面前，一定要谨慎。我说这几日啊，你也别思虑过度了，别再熬坏了身子。你说的对，是我思虑过度，应该早些休息，所以今日不留你了。你想赶我走啊？今天晚上可是你约我来跟你大醉一场的，你忘了？我自然记得，但今日真的是累了，所以仙君请回吧。你盯着我干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难怪这几日我约你喝酒，你总是推脱，是不是舍不得上回你从北冥带回来的那瓶上品绿焰酒？
啊，是你太贪心了。今天这酒你都喝见坛底了，那上品绿焰酒就多留几日吧。丹音，怎么回事？长恒呢？荣浩仙君，你是长恒仙君的好朋友，千万要帮他隐瞒此事，不能让云中君知道。你慢慢跟我说，长恒到底去哪儿了？东方青苍亲自侍奉那仙子沐浴，你当真看见了？殿下，这都是奴婢亲眼所见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不仅如此，月尊还与那仙子同吃同住，十分纵容，甚至连杯盘碗筷都能共用，宠爱非凡。东方青苍自幼孤高，别人吃过的饭菜，他绝不会再碰。就算是再宠幸，也绝不可能至此。尤其是准许那仙子在大殿上听政议政，这实在是有些反常。都要看那仙子眼色行事，让她拿主张，就像换了个人一样。换了个人？切磋，正是。兄尊3万年未归，已经很久没有查看我的长进了。今日难得偷得半分空闲，你我兄弟二人，不妨切磋一番。今日本座还有政务要处理，不能奉陪。那我就在这里等着兄尊。切磋是小事一桩，但殿下还有要务要处理。尊上法力高强，怕失手伤了你，耽误大事。我兄弟二人谈话，有你什么事？兄尊，按照我族的规矩，尊卑之间的切磋比武是不能拒绝的，更不应有外人在场，以免偷师。兄尊，让他出去。怎么，兄尊在水云天住了3万年，连我族规矩都忘了吗？哼！兄尊，请。哼！想看看你的长进，还轮得到本座亲自出手？上去。在。你一会儿出去陪旋风殿下好好练练。是。兄尊，小时候兄尊曾教我一招黑纱斩，很是厉害。不知商榷可有法术能拆此招？不然，倒显得我欺负了他。旋风殿下，试试便知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他可以。请。露出破绽了。哼，我是什么人？随机应变，蒙混过关。哼，居然看懂了本座的暗示，还不算太笨。不愧是兄尊心腹，法力果然高强。还是旋风殿下更胜一筹，尚且佩服。
他不是东方青苍，他是旁人假扮的。殿下如何得知？黑纱斩，这招东方青苍从未教过我。小时候，我曾经天天都缠着他，求他教给我这招，可是他却总说，等我长大了就教给我。可是我还未长大，他就手刃了父尊。自那以后，我们兄弟二人就未曾亲厚过。他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，他定然不是东方青苍。那真正的月尊在哪儿呢？定然是时时刻刻都守在那冒牌货的身旁，时时刻刻地盯防着，生怕露出一点破绽。因为他也知道，一旦露出马脚，便必死无疑。这是何物？这是能帮殿下诛杀东方青苍的利器。竟有此等邪物！这是碎器。倘若是在平常的话，东方青苍尚能抵挡；但如果在他虚弱的时候，将碎器注入体内，要杀他，便易如反掌。好，甚好。当初我扶持你建立海市的时候，果然没有押错宝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看这月亮像是要打雷下雨的样子吗？天象如此，应当不会错。再等等。我们要是换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又要把我关起来了？你若乖乖听话，倒也可以不关。真的？你要骗我怎么办？本座是月尊，一言既出，必信守诺言。那你发誓，你要是骗我的话，就10000年不能洗澡。可以，一言为定。那你呢？若换回之后，你还想逃跑，怎么处置？你就真的不能放我回水云天吗？水云天到底有什么好的？水云天是我家呀，你会计较家里好不好吗？会。